我们痛下决心改造猫猫的生活环境，是在10几只猫得了口炎之后。拥挤、脏、闷都是细菌和病毒喜欢的空间。当被传病毒繁殖扩散，原本健康的猫也扛不住了。那么怎么改造呢？看着别人的案例，很美，很羡慕。像西树这样一个创作袖珍的人，对美好的空间有很强的执念。像这个他创作的小小阳台，杂货风，想着坐在里面喝茶，是不是很舒服？但是如果再加上60几只猫呢？所以现实一点吧，猫多钱少，时间还不够用。对我们来说，改造的视觉效果是次要的，排第一位的考量是维护和保持。我们改造的不仅是空间用品，还有我们自己的习惯，既要干净又要省钱省时间。现在这个客厅空荡荡的，原本有榻榻米拆了，有储物柜也拆了，人类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清理出门。客厅的2张桌子其实就是猫爬架，西树用储物柜拆下来的门板和带滑轮的桌腿做的，打扫的时候就很方便移动。西树经常根据需要把桌腿拆了装，装了拆，做不同的组合。客厅里留下的东西都是猫猫需要的，这把椅子猫猫喜欢留着，这个斗柜猫也喜欢留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不需要坐一下吗？答案是小凳子，当然远不如沙发舒服，但是铲便便陪猫玩都很方便。不过更多时候西树喜欢坐在楼梯上给猫猫擦脸剪指甲。西树的卧室也一样的简单，就一排2张床，剩下的留给猫。床下几个抽屉，一个装西树夏天的衣服，一个装冬天的衣服，还有一个是装床上用品，都很少，够用就好。所谓的断舍离，在猫多的时候就变成很自然的事情了。卧室有一个大的猫粮桶，它也可以用来做凳子。还有一个兼具了储物功能的凳子，猫猫很喜欢待在上面。西树用它来装安平的尿垫，爬高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垫脚，很结实。空旷的空间，地形简单，很少卫生死角，打扫起来轻松很多。我们也更愿意勤快地打扫，每天一遍吸尘器，一遍洗地机，比传统的扫把加拖把的组合更快更干净。你能猜到这吸尘器多少钱吗？200多块，吸力当然不如大品牌，但够用，而且很轻。洗地机有点贵，但我们买的是官方翻新机，省不少钱。吸尘器和洗地机清除了地面上大部分的粉尘、毛发，空气中很细小的微尘和浮毛，还有病毒颗粒，就交给空气净化器。这是品牌方送给我们猫猫的礼物。说起来，我们的运气还真是不错，自动猫砂盆品牌也送了3台给我们试用。结果是我们自己咬咬牙，又买了6台，因为是真的能省时间，还能减少铲猫砂的扬尘。当然，我们买的都是翻新机，而且是上一代的机型，叠加了优惠促销，就很便宜。如果你只有1-2只猫，用自动猫砂盆其实不太好，因为换几遍袋的周期比较长，就会吸引很多小飞虫。像我猫这么多，基本上每天都要更换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以上这些都是要花钱的，还有不花钱或者不怎么花钱就能改善猫猫生活环境的，比如开窗通风。最近真是热到连空气都发烫，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开空调，开着窗打开风扇，只有在晚上睡觉卧室才开空调。那些会增加地面上垃圾的猫猫用品也都换掉，比如猫抓板换成健麻的猫抓柱，虽然贵一些，但要用很久才会掉屑。再比如猫粮碗，用过很多种，都很容易掉得到处都是，特别像瑶瑶，吃饭的时候脑袋又是拱又是摇，经常是一地的猫粮。我们最近换了这种人类用的不锈钢盘，猫猫拱起来的猫粮颗粒大多数时候还是会掉在盘子里，地上就干净很多。地面上的东西越少越好打扫，其实把收纳尽量移到墙上，能壁挂的都尽量壁挂，也很方便拿。
看看壁挂都收纳了哪些东西吧。这是用来处理呕吐物的纸巾，然后垃圾袋，然后这个是编毛的滚筒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喂药器，然后这边是它的零食和营养膏，这边是口罩，这是梳毛的梳子，梳毛跟长便便的人一定要戴口罩。然后这边是婴儿湿巾，用来擦眼睛用的，这是酒精湿巾，也是在清理地板用的。然后下面是一次性的手套，这边是外用的凝胶和喷剂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棉签。这个剪刀是专门用来剪开包装袋倒猫粮，然后这是一个地板上如果有粘的比较顽固的东西，就用这个小刮刀刮一下，很方便。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是刮毛器，比如说他们冬天的垫子上面有一些毛，就很适合用这些刮下来。这边是喂药用的猫条和小碟子，这是给露娜吃的补剂。对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小剪刀啊，然后这种小小的瓶子是用来放它的补剂的啊。然后这下面是它的洁齿水，这是之前梅迪给的那个鱼油。猫爬架也尽量挂起来。现在这种吸附在玻璃上的猫爬架越来越结实了。最后跟您分享西树的独家武器——塑胶护膝，它能方便随时跪下去清理猫猫的呕吐物，或者偶尔的喷尿，或者帮猫猫梳毛。有时候西树去照顾流浪猫的时候也会带，所以我们也推荐给那些经常照顾流浪猫猫的守护天使们。西树每天要下跪几十次，如果都用蹲的，腰和膝盖受不了，还头晕。好了，就先分享这么多。有些做法是比较有我们自己特点的，就仅供参考。就比如说我们买那么多自动猫砂盆，一个是因为猫多，然后第二是因为有好多朋友在帮助我们，第三是因为我们在吃穿用度方面是非常节省的。再比如说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们会尽量让猫猫去享受户外的空间，因为我们住的比较偏远，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花园，然后花园上面呢有一个露台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用的物品和方法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希望你们的猫猫们都健康，陪我们更久一点吧。